燕儿，你刚才说我们家有人偷偷摸摸去万燕楼那种地方，这种假银票，满京城只有万燕楼有的卖。眼下只要找到这块玉佩的主人，就知道家中谁偷换了假银票。这是大哥的玉佩。哦，大伯不是在连云山修行吗？过来，转过去，背我回府。爷，哎呦爷，你这是怎么了爷？啊！夫人，我近日正在研究养生内经。这经书有云：日行千步，动静相宜，一步不能多，一步不能少。今天我的步数走完了，再走就会泄了精气。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爷？老太太等着您呢。什么是这么慌慌张张的？还不快给我滚进来！放我下来！儿子邱县给老太太请安。孽障，给我跪下！跟家里说去辟谷清修，背地里却去万燕楼那种阿杂地方，流入家门不说，差点还害死你弟弟。老太太，大爷千错万错，念在母子的情分上，您就饶过他这一回吧。母亲，二弟，这事儿定是个误会。我一清修之人，从不曾下山，更不会去阴阳失调、污秽浑浊之地，那是自毁阳盛。那你的玉佩为何在万燕楼的金库里？这玉佩确实是我的，不过去年回府的时候就丢了，想必是被有心之人捡去了吧。大爷，您说您去年回府丢了东西，那为何不声张呢？这些金啊玉啊的物事，在我眼里都是身外之物。要是查，这府里上下又得折腾一番。我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故而没说。老太太，此事我可以作证。当时，我想告诉徐妈妈，是大爷给拦下了。大太太，你和大爷是夫妻，怎能替他做得了证啊？哎，大爷，您说你不曾下过连云山，可有人能为你作证？这连云观平日里也就3两道人各自修行，如何作证？不过清者自清，我的道心可以为我作证。如果大伯说的属实，那岂不是邱府从上到下所有男丁都有嫌疑？不是，万燕楼一掷千金，邱家的奴才再徇私自肥，也撑不起这样的场面。看来，这拿走玉佩的，必是3叔和4叔其中之一了。
二位姑娘怎么就认定大爷说的是实话呢？若是大爷撒谎呢？妹妹们都在呢。父亲给各房写了平安符，特差我来送给二位妹妹，希望二叔一家福气安康。谢谢大姐姐和大伯的一番心意。往年大姐姐都是差下人送到院里，今年亲自送来，倒是稀奇啊。二妹妹，过去多有误会，得罪了你，我给你赔个不是。大姐姐，你不要这样，你快起来吧。大姐姐，这是从何说起啊？父亲常年在莲云山清修，与世无争，还望二妹妹放过我父亲吧。大姐姐，你休要如此，我和二姐姐自然是相信大伯。就算是我们相信，可眼下大伯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他没有去过万燕楼，我们也无能为力。二妹妹，你若不答应，我便不起。大伯既说了清者自清，你又何苦做出这副模样？你爱跪便跪着吧。你还拿着这个做什么？哎，姑娘，这镯子哪来的？我怎么从来没有见过啊？在外面随便买的，倒是俏皮得很。姑娘，下次出府带上我呗，我也想要，好不好嘛？宋姐，你手艺变差了。我这手艺要是好，早转行了，何苦跟着爷爷在这受这罪呢？继续。夫人，说什么呢？宋姐什么变差了？哦，我让他帮我好好整理整理卷宗，他给我弄得一塌糊涂。丽儿，你是不是又受伤了？哎，母亲，我没事。哎，母亲，你这么晚找我什么事儿？没事就不能找你了。这些天你都没见到一个人影，我一个人在屋里都没人陪我说话。是儿子对不住母亲。哎，丽儿，这是什么？平安符，朋友送的。啊，对。你素来不信这个，谁送的？同僚而已。啊。哎呀，母亲，我现在呢还有些公务要处理，等过几天儿子有时间，一定会好好陪陪你，行吗？你也多嫌我，巴不得不回府才好呢。儿子心里只有母亲。夫人早点休息。母亲早点休息。哎，对了，爷，我今早查库房记录，发现金丝手工钥匙当初进了2串，我明日再好好找找，应该能找到那串钥匙。算了，此事不急。你说那丫头回府，查得出家贼吗？秋烟，我觉得这事儿8成悬。秋烟那点小聪明，也就戏弄戏弄钱小妍的榆木脑袋还行。邱府这种大家族，要想从长辈当中找个内贼出来，那可不是开玩笑的。爷，你觉得我说有道理吧？啊？我又说错话了？凉了，换了。说过多少次了，老太太要的桂花香是若有似无一股幽香，这都能熏死蚊子了。换了。是。徐妈妈。老太太还没起呢，等梳洗好了，我再去叫姑娘。我和姐姐早来一步，
是有事想问妈妈。好，只要是我知道的。那日询问大伯，徐妈妈也在。依妈妈看，若玉佩真是被人拿去，最有可能是被谁拿走的？府里上下那么多人，虽说有大太太和我日夜管教，但难免也有手脚不干净的人。这二府上，徐妈妈，我问的可不是下人。我哪敢忘了主子的事啊！若假银票一事牵扯到邱家，你我可都没有好日子过了。爷，你就别去了吧。老太太最近心里不痛快，你这样去了，被人捅到老太太那儿，不是正出眉头？哎，难不成二房一日找不出贼来，我就得憋在家里一日啊？这二房管天管地，还管得了我吃喝放屁呀？寇姨娘，你还不了解咱们家爷的性子吗？他想出去，你就让他去便是了。还是夫人懂吧？爷，你哎，二位姑娘，徐妈妈，四爷的确出了门，我一路跟着四爷，亲眼见到四爷去了杨柳街。到了街上，四爷每家店都逛了半刻，七拐八拐的，一不小心就跟丢了。没用的蠢材。是，小的虽然跟丢了四爷，却撞见了另外一件怪事。快说！我回来的时候，正巧看到四太太从角门出了府，没有上车，直直的往城西方向去了。烧饼，楼的烧饼。你看，这可是上海人的料理。楼。青黛，你去打听一下。嗯。老板娘，最近生意怎么样？还行，身体都挺好，挺好的。马上来哈。姑娘，我刚跟领班打探过了，说四太太时常过来，也不挑戏，什么戏都看，既不喝彩也不打赏，每次来就坐在这间临街的雅间里喝茶。因为他根本就不是来看戏的。这个馄饨摊还真是有点意思，老夫妻穿得破破烂烂的，却舍得把女儿打扮得金尊玉贵，活像个大家小姐。青黛，等四婶走了，咱俩也来吃晚荤吧。
明儿，姐姐可有什么发现？走，进屋说。好。四婶名为出府看戏，实则是去探望馄饨摊主一家，不仅隔窗相望，还派了丫头去给银子。那若是乔亲戚，何必这样遮遮掩掩？正是，这说明四婶与馄饨摊一定有着某种不能为人明说的干系。四婶走后，我与这对老夫妻攀谈了片刻，得知他们与四婶非亲非故，唯一与四婶有联系的是他们女儿的年纪生辰同四婶儿子秋迪是一致的。秋迪是1年前出生有血，四婶儿也正是这1年间时常去听戏的。就算他们女儿的生辰跟秋迪的一样，又能说明什么呢？我听母亲说，当年四叔偏宠寇姨娘，险些因无处之名休掉了四婶。我也听说过，四婶后来生了秋迪，老太太喜欢得很，便不许四叔休妻。你是说秋迪是？四婶明秋栈道暗度陈仓，以假冒真，倒也不是什么新鲜的戏为。我这也只是推测而已。我已经找清代去寻了当年给四婶接生的婆子，到底如何还要看那婆子怎么说。姑娘，我回来了。哎，清代，怎么说？别提了，那婆子已经老糊涂了，问了几遍都说不清楚。后来我提了秋迪的名字，婆子就满嘴说什么四太太放心，秋迪的秘密奴才必定带进坟里。我一听这话，心想也不用再说什么了。哎，等等，你要去哪儿？四婶混淆邱家血脉，欺瞒夫家，是不守妇道之举。如此惊天大事，我当然要告诉老太太。你也知道此事事关重大，若老太太得知，定会大发雷霆，将四婶和四弟赶出家门。不，何止赶出家门，只怕还要进猪笼沉鱼塘。这件事情一定要烂在肚子里。你是让我欺瞒四叔和老太太，那岂不是大不孝？我本是体谅你也想为父母尽一份力，所以不管查访到任何结果都告诉你。那你仔细想想，四婶可曾做错过什么？当年分明是四叔喜新厌旧，想要扶正寇姨娘。若不是四婶险些被休，他又何须欺瞒家人，骨肉分离？但四叔那么做，也是因为四婶膝下无出。若生不出儿子，就是妻子的罪过。那父亲，是不是也该休了母亲？这些律法礼教，本就是为了男人而定。四叔仗着这些便宜，就对四婶苦苦相逼，为所欲为。同是这深宅大院里身不由己的人，我反而倒佩服他自保的勇气跟手段。但当初你要为贺家殉葬，四婶也没有说过半句好话，你现在又何必保他呢？我做事有一还一，他不曾对我好，我也不会对他好。可是这种背后捅刀子的事儿，我不会做，你也不许做，听见没有？姐姐吩咐了，我依便是。明儿帮不了姐姐什么忙，只有惹姐姐厌烦，我走便是了。只是今日是3日之期的最后时限，假银票之事，我还望姐姐能有个定论。我方才是不是又凶了？他这回去肯定又得哭鼻子。姑娘还是多操心操心眼下的事儿吧。原想着四太太有蹊跷，可查来查去又不是，眼下线索又断了。尹姑娘说的没有错，今夜一过，明日老太太又要开始发难了，姑娘往后可怎么办啊？谁说这线索断了？我反倒觉得离真相越来越近了。
哎呦，大爷，您在这儿呢，我找您半天了。老太太说让您去到正房，说有事儿要谈。可是假银票一事有了着落。哎，二姑娘说已查出家贼。爷，咱快点吧，老太太还等着呢。莫急，刚用完午膳，疾步而行，容易伤及脾胃，慢慢来啊，莫急。爷，要不我找人背您去？也好。富贵，哎，快，赶紧把大爷背上。哎呀，小心点啊！哎，慢点啊！莫急啊！老太太，人齐了。大哥，这才晌午，您就把步数走完了？静也是养，动也是养。儿子秋宪给老太太请安。好吧。燕丫头，老太太、大伯、大妈、叔叔、婶婶，我已经查到家中是谁去了万燕楼偷换了假银票。大伯是无辜的，他没有去过万燕楼。他说没去过就没去过呀。不管怎么样，这玉佩实打实是大方的。我这样说自然是有证据。大伯每年都会亲自写平安符给各房送去，而我发现大伯写平安符用的不是朱砂，而是茜草。茜草不如朱砂鲜艳，原不是画符的首选。于是我问了父亲才知道，大伯从小便是容易过敏的体质。的确如此，莫说是药材，便是些刺鼻的味道，我也难以忍受。据我所知，万燕楼的熏香不仅气味浓烈，而且里面混有香茅的粉末。像大伯这样的身子，只怕进去不消片刻便要当场昏厥过去。因此我断定，大伯没有可能去过万燕楼。不是大房，老四你就认了吧。要说啊，四弟生性风流，爱玩一些，一时糊涂也是有的。大嫂，我是爱玩，但我也不是一味胡来的。像拿假银票陷害二哥这种事儿，我邱老四是绝对不会做的。四叔，半年前，你欠了甜水巷里的青银小班上千两银子，偷偷拿了老太太后院里的10来件金银器，去点卖还账，有这事儿吧？你怎么知道？行了，金银器之事日后再说。秋烟，你说去万燕楼的是老四，可有证据？回老太太，四叔既有前科又有动机，但去万燕楼的并不是他。我派人去了青银小班查访，这1年来，四叔几乎是夜夜点卯，只偶有几日落下。我又问了府里的下人，那几日原是四叔生病在床，并未曾出府，因此四叔是没有去万燕楼的时间。不是我们，也不是四弟，那这玉佩难道是被哪个狂悖逆主的下人捡了去，冒充主子逍遥自在？大妈，在座尚有一人没有洗脱嫌疑。二姑娘，你找不出人也别乱咬啊！
何家上下谁不知道你三叔是个正直端方、饱读诗书的人？怎么会去万叶楼那种地方？就是，三哥要是去了那种地方，憋了半天来了句“知乎者也”，还不让人笑出大牙的。我知道，在座的诸位长辈都不相信会是三叔，我一开始也一样这样觉得。但是，在排除了所有的可能性，剩下最不可能的，那就是真相。爸爸，当真是三哥，你挺道貌岸然啊，无稽之谈。哎呦，三弟，你说话不要老说半句啊。三叔，丙子月甲子日那晚你在哪里？在家。我是跟同僚下棋去了。都过去1个月的事儿了，哪能记得这么清楚啊？三叔不记得，就无法证明他没有去过万燕楼。你好巧一张嘴，叶丫头，那我问你，你可又有证据证明他去了不成？捉贼捉赃你听过没有？老太太，恕我们不奉陪了。走。三叔，你若今日出了这个门，便没人能保得了你。朝廷要严查假银票一案，所有去过万燕楼的人都要去劈柴处问话。倘若我将此事告诉劈柴处，那时候再找你问话的人就不是我。你个小狼崽子，你是想让你亲叔叔被屈打成招吗？老太太，我看这银票压根就是他们二方的人换的，回头又想拉个兄弟出来做垫背，好替他们填了这个坑。老太太，你可一定要替我们做主啊！孽障，简直就是一群孽障！儿子确实去过万燕楼。三弟，当真是你？邱老三，你弟妹，你说话怎么也结巴起来了？我人前人后替你辩白，你却猪鼻子里插大葱，你给我长在哪？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二哥，没准啊，三哥弄混了，不是有意的。哎，快，起来！三弟，你先把真银票交出来，其他的事情以后再说。我确实有假银票，但我没用假银票换公账里的真银票。当时说有假银票，我回房查，假银票都不见了。我确定是有人偷换了我的假银票。那到底是谁换走了你的假银票？我怎么知道？我倒是有个办法。办法是，你快说呀你！母亲，我喝口水。万燕楼为了防止买家混淆银票真假，会给买家一瓶药水，此药水无色无味，滴在假银票上，票只会泛蓝。假银票有一味材料跟药水相克，沾到手上会附着半月之久。只要接触过假银票的皮肤，沾上药水也会泛蓝。三叔的意思是，如果还有谁另外接触过假银票，拿药水一试便知。对。那药水在哪里？在我房间靠墙最下面的柜子，我去取。我怕三叔还有什么猫腻，还是劳烦徐妈妈跑一趟吧。是啊。我一人进去就行，你们在这等着，免得七手八脚的说不清楚。是。
徐妈妈，你不是说最疼我父亲吗？为什么？只有接触过假银票，害怕被药水验出来的人，才会将药水倒掉。徐妈妈就是那个偷换假银票的人。怎么可能？这徐妈妈跟着老太太几十年了，是老太太一手调教出来的。四叔说的对，徐妈妈是府中的老人，怀疑谁都不应该怀疑到她的头上。你做事情很周密，但有一点你没有隐藏好，那就是你的心态。你急切地希望我怀疑四叔。若玉佩真是被人拿去的，最有可能是被谁拿走的？再也没有别人了，定是不成器的四爷。半年前，他还偷偷地搬过老太太后房里的金银家伙，拿去典当还他的风流债。排除了四叔之后，你又引导我怀疑四婶。会不会是红哥让四太太把剩下的假银票转移出去啊？你其实一直是我调查以来唯一疏漏的一环。你管家多年，你有足够的便利去调换银票，你也有足够的能力去栽赃秋荣。所以在我确定不是四叔之后，我避开了你，单独去找了三叔。那这么说，你早就知道不是你三叔了？对，我早就知道三叔是不可能偷换假银票的。大家都知道，平日里三婶对三叔管教颇严，三房和公账之间的借与还都由三婶来交接，所以三叔是不可能把假银票给三婶去还公账的，因为这样他没有办法跟三婶解释这笔钱的来历。所以这个假银票呢，只有可能是三叔自己的小金库而已。当然了，三叔也是识大体的，所以才会答应配合我演这场戏。